这个是我们栽种了第9天的一个番茄苗啊，大家看一下长势。然后我们再看它的邻居，这是另外一个品种圣女果的番茄苗，看一下。虽然说这两个品种都换苗期结束开始正常生长了，但是长势都不一样，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欢迎来到付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我是柴哥。拍这个视频的目的呢，就是告诉大家啊，以后在选购番茄苗的时候，要注意那些在苗床上空望过度的苗。正常情况下，这个圣女果在苗期的时候长势非常旺的，但是这个呢，你看它和大番茄相比的话，恰恰正好相反了。原因呢，就是说这个育苗期间呢，在苗床上空望过度，造成了缓苗以后呢，它的发壳的速度非常的慢。实际上这样的话，就在种植端呢，就会影响它的一些生长，无论是影响多少吧，但是肯定是影响了。所以说建议我们朋友啊，在选苗的时候一般建议，好比说番茄苗，最好就是在这个15公分左右，12、3公分，然后3到4片叶一个心儿，这样的一个标准会更好一些。那些只有10来公分的叶数够了，但是只有10来公分的，叶片发黑不亮那种发乌的那种黑，像这种苗呢，就一定要慎重一些。这个半水培种的这个黄瓜啊，出现有5、6天的连续阴雨天气以后啊，这个黄瓜马上就出问题了。这个旺长养分供应不足表现到果实上以后，你看下部的果实呢还挺好的，再往上走，这个果实呢就开始畸形了，是不是？欢迎来到付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我是柴哥。连续4、5天的一个阴雨天气以后这个时候黄瓜是最难管理的。你从远处看这黄瓜长得还差不多，但是如果说你离得近的看的话，这黄瓜到处都是问题。原因呢，就是说连续的4、5天气以后没有光照，就没有光合作用，这个有机养分严重不足，就造成了这个黄瓜叶子呢发黄，然后再加上叶温过高，然后呢节间变长，这就是约下种植最难的一个地方。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包括我们有些朋友想约下种植黄瓜建议空望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茬呢我们种的并不好，但是通过这一茬我们也反思了一下像这种季节实际上空望药1个礼拜打1次，1个礼拜用1次，通过控制旺长来缩短节间呢，包括一些生殖营养的一个转化，会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个是水培栽种的一个球延番茄，比较抗病毒的一个草莓柿子然后再往这边来，这边呢是种了一点这个圣女果我们做了一些试验。这个球延种植番茄除了对品种要求以外对这个种植技术管理这一块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如果管理不好的话，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全军覆没。这个春茬种番茄完全不一样。欢迎来到付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我是柴哥。这个球延种番茄主要是面对前期高温这种天气这个温度高了以后，这个番茄花芽分化不好，坐果难，然后畸形果多，果子小，然后呢容易产生病毒病。所以说呢，你这个球延种番茄一个是品种选择，要选择一下抗高温抗病毒的一些品种。另外一个呢就是管理上管理上这块可以适当的遮阴遮阴的话，一个是避免一些强光照，第二个呢是降低温度通过这种方法呢去降低这个病毒病的发生几率，然后呢让花芽分化呢会更好一些。所以我们种球延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些。另外一个呢就是球延种植的话，一定苗不要栽深了注意去预防荆棘腐，这个都是高温季节容易发生的这些问题这个是用牛粪作为栽培基质栽种的黄瓜已经栽种了1个礼拜了，整整1个礼拜。
你看这个黄瓜长势还是可以的，都是一点一新的已经长出来啊。但是呢，它和同时期栽种的这个水培的黄瓜长势还是不一样。我们对比一下去，我们对比一下这个水培的种植的黄瓜，都是同一天栽种的，这一对比以后啊，还是有差别的。你看这个水培的黄瓜，基本上也就2个叶、3个叶一新的，那个也是才1个叶一新，并且这个叶的表面积呢，明显的要比那个牛粪的要大很多。这个原因出在什么地方？欢迎来到付老师团队建议无土栽培基地，我是柴哥。这个原因呢很简单，出在这个牛粪上面呢，这个发酵过的牛粪。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啊，就是牛粪做栽培机制的一个要点。首先第一个必须在春分发酵，就刚才这个牛粪呢肯定是发酵过了。不然情况下，它这个黄瓜是活不成的。发酵过了，但是呢，这个里面就是在发酵的时候没有加尿素，缺少氮，所以说呢，整个叶片你看，一个叶片比较小啊，第二个呢就是叶片啊虽然发黑，但是呢，整个感觉呢还是和这个水培的还是错一点，这个就是明显的碳氮比不合理，就是说碳高氮少。造成的这个生长出现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做牛粪做栽培机制，就是说在春分发酵的时候，别忘了加上尿素。高温季节，这个黄瓜长得都没有像春季那样长，都可以采摘了。好长时间没有拍我们这个水培种植的黄瓜了啊！大家看一下，现在已经开始采收了。你看这个黄瓜的根系。非常的强壮啊！我们再看一下槽里面的根系去，在这个槽的尾部，我们看一下，就是出水口的地方。这个下部，它这个根系，不知道大家能看见吗？你看这根系，又白又壮。高温季节能出现这样的根系，已经非常不错了。欢迎来到付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我是柴哥。这个高温季节啊，实际上最难管理的就是根系啊，这个包括我们种黄瓜或者是甜瓜、番茄之类的啊。这个高温以后呢，根系容易弱啊，引起早衰呀这些症状啊，营养上不去。像我们在高温季节种植这个，它的方法呢，就是要做好2个点啊。第一个呢，防止根腐啊，像好比说我们的营养液里面。要使用这个氯溴银锌尿酸来去杀菌消毒。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用这个海藻精，因为海藻精呢，它能起到一个生根、养根、护根的作用，这是它的一点。另外一个，它能促进这个地上部分叶片的一个良好的一个生长，叶绿素的合成。这样的话，它地上和地下相互协同以后，这个根系呢会更加强壮。防止棵子到后期的一个早衰啊这样的症状。这个下面正在流水的，是我们这个营养液它这个回流口，就是通过种植槽回流以后，营养液从这样再流入到我们这个叶池里面去。然后这个回流的营养液呢，实际上就代表种植槽里面的一些负一氧啊、温度啊。一些比较，我们赶紧检测一下。这个杯子里面接到的就是这个回叶池里面刚刚流进来的一个营养液，我们测一下它的温度，再测一下它的乙烯值。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就能测出来进水端和出水端种植槽两端的数据了。能看清吧？乙烯值呢是2.64啊，温度呢是33.3度。我看这个水晶温度表。基本上也是接近34度。然后我们再从除叶池里面再拿着营养液再看一下它这一个。这个是那个除叶池里面的营养液，乙烯值是2.52，然后温度呢是31.1度。我们看一下这个水银温度计，基本上也就是31度。两个还是有区别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欢迎来到付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我是柴哥。
刚才看到的第一个测量的那个营养液呢，是通过种植槽流回到储液池的，所以说它那个里面的数据呢，就代表着我们种植槽里面的一个数据。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第二次测的那个呢，是我们本身储液池里面原有的营养液的一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一烯值这两个差了是这个0.2、0.3，这个温度呢也差别了有2度。所以说呢，这个大家看到这两个数据的对比呢，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就我们做这个水培槽呢这两端的温度一烯值呢都会有区别，所以说呢，尽可能不要太长了。如果太长的话，两端的一烯值和温度不一样，那么两端的这个作物的长势会有区别的。所以说一般最好控制在30米以内就20-30米最长的。你像我这个是14米。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从种植槽流回到储液池里面这个营养液它这个温度呢要高于储液池里面的温度高2度。实际上它这个温度呢，往往就代表着我们种植槽里面的温度34度，什么概念呢？所以说约夏种植我们一定要注意营养液的温度的变化。像这个严格来说，黄瓜的根系温度呢，一般28度以内可能会更好一些就是极限的，只要超过28度或者30度以上会造成一些烂根的现象。所以说呢，我们在管理的时候就改变不了天气气候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在管理上只能是好比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氯溴乙氰尿酸加到营养液里面，去防止一些根腐之类的尽可能的去做这个反季节栽培。有朋友问我们这个水培种这个82-4这个西瓜长得怎么样了？大家看一下这几棵苗长得不错再往这边这2棵苗长得就不好了。这个整体来说是这样的因为前段时间出了一些问题然后戈壁这个是我们用水培种的这个网纹甜瓜，就是那个西周蜜的，长得也不错。这个甜瓜它之所以有的长成这个样子是因为我前段时间空旺的时候，空旺药打的多了，打多以后呢，就是控制它这个赤霉素的一个合成，就造成了长成这个样子。也就是影响它生长，至少影响了它有1个礼拜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个水培种的这个甜瓜，你看现在都快授粉了这2天都可以授粉了，出的瓜扭都非常好。欢迎来到付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我是柴哥。这个水培种植的这个8424不嫁接的这个西瓜，包括那边种的这个哈密瓜到目前来说除了这个西瓜空旺前2天出了问题以后，其他的都没问题。就说包括这个蜘蛛的长势这个茎粗叶片的颜色都没问题，尤其是这个哈密瓜马上都可以进行授粉了。所以说呢，水培种植瓜类有很多朋友担心它这个能不能种成这个个大小就重量能不能达到正常的一个商品果这个甜度就是我们说的糖分能不能和土壤栽培一样，都有这样的一个关心。所以我们这个试验呢还会继续的做下去让大家去看到唯一现在不足的就是，当然我的同事在这2趟试验苗的时候，直接栽到看后面没，这个中间的这个棉被下面了，所以说上午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光，就下午光照还可以，这稍微会到时候会影响一些，其他都没啥问题。我们开始清理去年的这个草莓秧子了，马上开始种植新一茬草莓。这个就是清除完这个草莓秧子以后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栽培机制收完以后，
不经任何处理就非常的蓬松。然后下一步就直接栽苗就行了，比你土壤栽培旋耕几遍以后，这个土壤蓬松还要蓬松很多。欢迎来到付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我是海哥。这个机制栽培草莓，它用种植垫这种模式啊，它的优势现在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就是说，你不管用了几年的栽培机制，你只要把秧子清理完以后，你就可以直接持续的种下一茬。也就是第一次投资以后，你多次收益。你不像在土壤栽培，你这个再种草莓的时候，你重新再用有机肥、再起垄、修垄等等一系列的东西，你都不需要了，非常轻松。另外一个采用这种种植垫机制栽培的这个呢，然后无论是在种植品质上，还是在产量上，它都要远远高于土壤栽培。这个是附近的一个养牛场啊送过来的，他们说的一个发酵好的一个牛粪。然后这边呢是我用了一个我们报废的一个袋子，然后呢去测试一下这个牛粪它的一个发酵情况啊，包括有很多朋友都问发酵好的标准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按这个方法去试一试。没有工具啊，我们简单一点，把这个牛粪直接倒到这个袋子里，还是有一点点的味道，不好倒。我拿一个盆，栽苗之前呢，一定要先把这个牛粪呢这个阴湿了啊，阴透。这个就和我们平时栽种也是一样的啊。就栽苗之前呢，机制栽培栽苗之前呢，先阴湿基质，这个方法都是通用的。先给它阴透。你看下面的水，这个水呢已经开始顺着这个排水孔往外排了。我选择的是黄瓜苗啊，黄瓜根系比较弱，然后栽3颗啊，栽3颗。黄瓜不宜栽种太深了啊，这个不按那个正常的2颗栽啊，因为这是做测试的，所以栽3颗。看一下这个黄瓜的这个1个礼拜之内的它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状况，这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们栽完苗以后再去浇这个水。欢迎来到付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我是柴哥。做这个试验的目的呢，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就是有很多朋友啊去发酵牛粪呐、菌棒之类的，发酵完以后不知道这个发酵的是否能达到这个无土栽培作为栽培机制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呢，大家演示一下，实际上检测的方法很简单，基本上1个礼拜就能出结果。你就是按照我这个步骤，找几棵苗栽上去，一般3到5天之内，看是不是新根扎出来了。1个礼拜左右，看它这个生长点生长是否正常。如果这几点都满足的情况下，证明你选择的这个物料啊，发酵以后发酵的比较彻底，完全就可以作为栽培机制的一个原料去使用了。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检测一下这个养牛场啊，下一步我们准备用它的一个牛粪的话，能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这个第2批的这个黄瓜苗啊，开始定植了。今天大概定植是2500株。这一批苗这个苗不是很好，没有上一批苗好。我们这个苗是从外地啊直接运过来的，所以说没有带薛盘。这次呢是采用一个占根的处理法，你看下面的叶子都黄的，采用一个占根处理的方法，一个是杀菌，防止根腐的；另外一个呢就加上生根剂，促进生根的。欢迎来到付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这个2500株黄瓜苗呢，我们定植完了。这个大家可能会看到啊，我们这个棚的另外一半呢，这个黄瓜呢正在生长，但这一半呢就开始定植了。
实际上它是一套一套的一个整体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下一步要重点打造的一种水果黄瓜的一种全新的种植模式。这种模式呢，就是利用了水培的一些优点，然后呢，特别适合满足于那些专供社区或者电商然后能保证这个每天都有黄瓜采摘，每天都能供应市场这样的模式。实际上这个优势呢，就是水培的优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棚或者是一分为二，或者是一半的棚，或者另外几个棚，实际上保证有正在采收的正在定植的这样的模式。就是水培的模式呢，实际上就是换茬速度特别快的这种模式。今天正在收秧子，明天呢可能我们就把这个苗定植上去了。它要比土壤栽培，你要又该收秧子，又该撒肥料、圈耕土地、齐垄等等一系列的，可能没有半个月时间你就根本就完不成的。像这种方法呢，就比较适合那些想在农产品这个行业呢去走另外的销售渠道的一种农场模式。开始给这个定植板打孔了大家看一下我们是怎么打孔的。欢迎来到付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我是泰哥。有很多朋友问我这我们这个定植板这个孔径怎么去做的拍了个视频看到了吧？另外一个这个很多人问以前你们是圆的，为什么这次变成方的呢？有2个原因一个呢是我们会配合着做一些延绵块的育苗，延绵块呢是方的，这样的话它卡到这个孔径里面也就正好。因为这个孔径呢，我们不仅要栽苗，同时呢，我们尽可能的要避免这个光线通过这个孔径进入到我们这个槽里边，因为根是需要避光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用这个基质的育苗的，这个基质育苗的，它那个苗头呢，它也是一个四方的一般也就是在4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大小，所以它呢卡在这里面也是正好的一个孔径避免了一个多余的一个光线进入到这里面。所以说这一次我们是采用这个去做的另外一个呢，这个间距孔间距我们做的是一个17公分这样的一个孔距然后呢采用一个两面分的这种方式